小情侣为追求刺激，趁雨夜在车里打扑克，怎料第二天被人发现双双惨死在车内。经调查，死者是在打扑克时被人用利器杀害在座位上。更匪夷所思的是，凶手在作案后还特意整理过死者的衣物，就连死者的位置都是精心摆放过的。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凶手痕迹。由于案发时下着大雨，现场痕迹被破坏得一干二净，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侦查难度。警方搜遍了现场的每一个角落，最终在前排座椅中间找到了一部手机。破解手机后，从中发现了一段视频，里面完整录下了凶手行凶的全过程。据警方推测，应该是男友故意将手机放在前排偷拍，结果手机不小心掉进了座椅夹缝，因此才没被凶手发现。警方将现场找到的证物带回警局做进一步分析。在没人注意的角落，刑侦顾问关宏峰却悄悄离开了警局。他来到一个酒吧的秘密仓库，里面竟有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两人是孪生兄弟。半年前，弟弟关宏宇被指控杀害一家5口，被警方列为了重点通缉目标。哥哥关宏峰坚信弟弟不会杀人，为了还弟弟清白，他不惜和警局闹翻，辞去了引以为豪的刑侦队长工作。半年来，他一直将弟弟藏在家中，让他模仿自己的一举一动，为的就是在哥哥犯病的时候，弟弟能够代替他出门办案。两人合作调查弟弟杀人案的真相。很快，换好衣服的弟弟就代替哥哥来到了警局，而哥哥则是通过微型耳机了解情况，然后让弟弟转述自己的分析判断。过去的1个月来，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，在众人面前瞒天过海，从未被人发现任何破绽。众人反复观看手机里的视频，视频里凶手处理案发现场的声音被录得一清二楚，一共12分钟，凶手就处理干净现场，从而可以看出凶手作案手法娴熟，绝不可能是第一次作案。随后哥哥就指挥弟弟让队长去查一下，近些年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。这起案件中，现场财物并未丢失，女性死者也没有受到侵犯，凶手无欲无求，很有可能是还有别的深层原因，比如暴雨夜幽会的小情侣。这些特征构成了一个完美的作案环境，幽会自然要选择人烟稀少的地方，暴雨夜很大程度上能将目击者的概率降到最低。随后警方在筛查相似案件时，果然有了新的发现。近5年来有过3起类似的案件，而每次案发时间都间隔1年左右。如此恶劣的案件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，甚至还专门从隔壁省调来了专家协同办案。就在这时，案件细节不知被谁泄露，还登上了报纸头条。然而就在第2天，命案再次发生，案件与之前的高度相似，同样都是雨夜一男一女在车里被杀。但关宏峰只是扫了一眼，就确定这绝对不是上次的凶手，因为这次车内一片狼藉，凶手作案后根本没有整理现场，这跟之前的凶手作案特征不符，并且死者死亡时并未偷还，不符合凶手挑选的目标。于是警方决定2起案件分别侦查。随后警方调查死者身份，发现2名死者都是老夫少妻组合，老公条件十分优渥，而老婆则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并且他们婚前还签下协议，如果感情不和离婚，妻子必须净身出户。奇怪的是，案发前半个月，老婆突然将自己所有存款取了出来，还将一些贵重首饰变卖，总共套现了近50万现金。如今这笔钱下落不明，随着这笔钱消失的还有妻子的车。突然间的大量财产转移引起了警方的怀疑，警方决定调查老婆失踪的车子。很快在一个破旧的小区里发现了这辆失踪的车子。经过警方的排查，发现这辆车是被老婆在大学时的前男友开走的。男人家里一贫如洗，还是个瘾君子，从他的家里并未发现不明现金，也没有发现大量毒品，说明那50万肯定不是给他的，更没可能被他拿去买药。在警方的审问下，男人迫于压力最终承认，那笔钱其实是被他们拿去雇凶杀人了。他原本是和老婆和谋，打算找个杀手将女人老公杀了，这样他们就能继承家产，双宿双飞了。哪知那个杀手想模仿车震杀手作案，一时兴起竟直接将2人都杀害了，杀人杀到雇主头上，这也是没水了。费了一番功夫，警方找到了杀手的电话，哪知刚一开口，凶手就无比嚣张，表示是网上说那个杀手从来都是杀一男一女的吗？再说了，我们多杀了一个，又没让你加钱。加他妈屁钱啊！你把雇主都杀了，还他妈好意思要钱啊？一通忽悠后，警方假借送尾款为由，将杀手骗了出来。天真的杀手还真以为是给他送钱呢。冒雨在垃圾车里拼命翻找，没想到一回头就看到一群警察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呢。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关注第2季的精彩内容。